嘟嘟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紫菜蟹柳煎蛋。太好了，这个嘟嘟最喜欢了。是的，紫菜蟹柳煎蛋外层金黄，内里松软嫩滑，咬下去有海苔的清香和蟹柳的鲜甜，配米饭或粥都特别适合，很好吃，大家可以试试。炉开文火，取出紫菜一片，放入干货内烙一烙。紫菜本身有一股海腥味，轻轻烙过后能把这种味道驱散，让口感更清爽。紫菜经过干烙，表面的海藻油脂受热，能释放出更浓的香味。生紫菜比较软，烙过之后会变得清脆，更适合碎撒进汤里或做煎蛋。变色了。是的，烙了会变得有点绿，烙过的紫菜颜色更深，盛菜时更好看。干烙后的紫菜容易用手搓成细片或碎屑，方便加入料理内。烙紫菜时要小火快烙，两面轻轻烙几分钟即可，避免焦糊发苦。如果嫌麻烦，也可以用微波炉叮10到20秒，效果差不多。料理盆内敲入鸡蛋5个，加入盐半小匙，半小匙麻油，加点麻油会比较香。半小匙蚝油，加点鲜味。半小匙胡椒粉，在1小匙玉米淀粉内加1大匙清水拌匀，接着再倒入鸡蛋内，这样煎出来的鸡蛋口感更嫩。将蛋与调味料一起拌匀，用筷子或打蛋器顺着一个方向搅打，直到蛋液出现小泡沫，颜色均匀发亮。蛋液要打发均匀，蛋香才足。加入预先备好的紫菜，虽说是紫菜煎蛋，但是紫菜不用太多，否则盖住蛋香。再适量加点芹菜叶，这芹菜也可以用青葱替代。把蟹柳拆开包装，取出6小条，沿着纤维轻轻撕成丝。舅舅喜欢口感厚实，所以切成小段。此部分做法大家可以自行选择。拌一拌，马上可以来煎蛋了。平底锅烧热，放入适量油，油热后倒入蛋液，中低火煎。不要急着翻面，等蛋液边缘开始凝固，底部呈金黄色时，用锅铲从边缘慢慢松动。蛋有点厚，避免外焦内生，可以加盖，转小火。煎到底部金黄香脆，翻面的时候小心一点。翻面后再煎另一面。两面都煎至金黄，表面略带焦香即可。两面煎好就可以出锅了。成品加点芹菜或红辣椒丝点缀，感觉更美味。享用这道紫菜蟹柳煎蛋的时候，第一口就能感受到鸡蛋的松软嫩香，紫菜预热后的海味香气在口腔弥散开来，带着一点清新的咸香。蟹柳丝则增加了丝丝鲜甜，咀嚼时有轻微的弹性口感，与柔嫩的蛋形成对比，感觉有点新意。芹菜点缀其中，带来一丝清爽，整体口感层次分明，既有蛋香、海味，也有海鲜的鲜甜，入口温润，咸香适口，搭配热腾腾的白饭或稀粥，十分满足，有一种家常小菜的温暖感，
好吃，大家千万别错过了。来来来，大家快来！彼得舅舅今天给大家做个小点心，蒸萝卜丸子，很好吃，又特别容易处理，也是舅舅近期最满意料理之一。找个时间，大家要来试试，相信大家也会喜欢。对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大家千万别走饱了。谢谢嘟嘟。小红葱30克，剁碎。好了，搁置一旁待用。蒜瓣3个，约15克，一样剁碎备用。虾米40克，清水浸泡个15分钟，泡软后的虾米沥干水分，一样剁碎。如果用的是小虾米，不剁碎也可以。接下来，大火预热1锅水。白萝卜去皮清理后，取净重400克，先切成片，后再切成丝。这萝卜丝切成视频中这样就挺好的，太细或太粗都不太理想。这环节还请稍加留意。萝卜处理好后，锅里头的水也沸腾了，将萝卜丝直接倒入，用双筷子拌一拌，大火焯水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白萝卜焯水后才能去掉辛辣味。好了，焯过水的白萝卜沥干水分后备用。炉开中火，锅内头倒入3大匙食用油。再将红葱末倒入爆香，一直油爆至葱末转金黄色。接着再将虾米也加进来一起爆香。在虾米一出香气后，再将蒜末也加入。然后将预先备好的肉末300克。也加进来一起炒香。肉末炒散后，色泽转乳白，这时候再将白萝卜丝倒入。炉转高火，将萝卜与其他食材一起快炒。炒匀后就可以开始调味了，半小匙鱼露。1小匙胡椒粉，半小匙盐，1小匙麻油，这也有人称为香油。可以加点蚝油，添加多一点鲜味。起锅前可以再加点甜黑酱油，让食材带点色泽，看起来才会叫人食指大动。感觉颜色可以再深一点。好了，这样就好看多了。熄火，将食材搁置一旁待凉备用。喜欢成品口味上更有层次的朋友，可以加入1大匙白糖，不能接受白糖的朋友，蔗糖不加也行。好了，将食材拌匀后，摊开散热，待降温后备用。蒸格内垫上1张烘焙纸，这用香蕉叶替代也行。冷却后的食材倒入个较大料理盆，再备好200克木薯粉，分次加入备好食材内拌匀，直到备好的木薯粉全部加完。
拌匀后的食材就像视频中这状态，带点粘性的，适量抓起，再搓成小球状。成品想做大或小一点都可以，完全可以按照个人喜欢搓一搓，一个丸子生坯就完成了。像舅舅视频中这个大小，刚好可以完成丸子20个。蒸锅里头水煮开，再将生坯放上，盖好，中高火蒸25分钟。时间到熄火，在蒸熟的丸子上涂上一层薄薄炸葱油，让丸子更香，冷却后不变硬。成品冷却后口感更好。在成品表面加点青葱与红辣椒，色香味就俱全了。舅舅最喜欢蘸着辣椒酱享用，成品软糯 Q 弹，好吃极了。尤其蘸上这带点酸酸、甜甜、带点微辣的蘸酱，真的叫人陶醉。对，这也太好吃了啦！大家一定要试试，不是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是的，好吃，真满意。蒸萝卜丸子，大家都喜欢吗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谢谢大家。